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拉频道。今天咱们来锐评一下去年测过的蓝厂的机器啊，近一年测过了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这已经是我们这个系列应该不是第一期吧？我们应该不会第一期吧？也不知道是第几期了啊。啊，从行到拉排一排，好吧？我们先从 vivo 开始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评价一下 X300系列吧。X300 Pro 和 X300，我想说 X300 Pro。完了，NPC 就是其实它产品力并不是 NPC 啊，但是为什么我会给到 NPC 呢？因为我觉得它对于 X200 Pro 的升级微乎其微。首先电池就加那么一点点，加到500，哎呀，非常抠抠搜搜的。然后它把亮度一提上去，这个续航差距抹平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了。我当时测出来就是居然跟 X200 Pro 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拍照也没有强很多吧。它的硬件几乎就没什么变化。我说你主摄。你像 X300一样，你也给个2亿，我都不说你了，你也不给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这个硬件跟 X200 Pro 几乎是一样的，而且天玑9500对比天玑904，部分甚至有点倒退啊，好像别家测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，反正就觉得这个机器迷迷的，好吧？你要我再多花钱再去给它升级什么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啊。你自己本来用的 X200 Pro 的情况下，但是如果你直接去买的话，我当然还是推荐再去买 X300 Pro 啊，因为它毕竟还给了一个。那个什么增距镜嘛，就是你想玩的话，还是可玩性高一点的。电池给的太少了，好抠搜，确实。然后它 NPC， 但是它现在价格呢不便宜啊。其实，在这一堆旗舰里面算还可以的吧，4400，12+56啊，好像之前也是4000多块钱可以买到512的。对，我感觉好像也还可以啊。就你要买一个拍照不错的机器呢。X200 Pro 还是值得推荐的，我只能给 NPC 啊，你们不用。我也给 X200 Pro 的可以给什么？我给 NPC 啊。你也给 NPC， 你呢？再高一点点，人上人了，也能给人上人了。毕竟它拍照还是有那么强的。对，虽然我们觉得它好像一般般，但实际上的拍照还是很强的啊，朋友们，还是算这一帮旗舰机里面可以说是最强的了。然后是 vivo X300，我觉得手感很好，并非。比上一代裸机手感还行，但是你套了壳之后，它那个镜头外面那一圈堆起来之后，手感其实还是很一般。6000电池，这个电池对于小兵来说还可以，但它续航也不算特别差吧？我记得X300亮度好像也还挺好的，人上人呗。主要现在价格还没下去啊，给不了很高的评价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机器你但凡电池给到一个什么6500，给到一个什么6800这种电池，我绝对直接到顶级去了。那今年肯定也有这么大了。你是什么收了蓝厂的钱是吧？但价格肯定也会。我们能收得到蓝厂的钱啊？那也太恐怖了。那我们就顺便把X200系列也说了吧。好，X200 Ultra， 我给了行，我可以给行，我也给行。为什么我们要给行啊？很偏科的，他直接就跟你说我就是搞拍照的，那他拍照搞得好不好？搞得好，因为我还推荐给我身边一些就对拍照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去买了，他们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爽，而且X200 Ultra 2K 屏，亮度还可以，而且它续航也不算很差，它那个2K 屏配上它那个6000多的电池，续航真的还可以。对，续航真不是很差的，朋友们真可以买，而且现在价格其实就。还是有点微高啊，稍微高，但说明它产品力够强嘛，对不对？确实强，它那个拍照确实厉害，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很好看嘛，那个红色。就是我们用了这么多机器之后呢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为什么我自己也是一直在用 vivo 啊，就是它的拍照你会有一种，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，就是有的人可能喜欢还原真实，然后有的人可能喜欢什么，但是我可能就比较喜欢 vivo 这种，让我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操作的。并且我觉得它的审美是在的，就它拍完照拍出来那个照片是我比较想要的，我不用经过特别多的一些步骤就可以得到一个我喜欢的照片，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。而且它整个的拍照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包括也有很强的2亿像素的长焦微距，对吧？所以我是觉得 vivo 啊，它在影像上确实在现在全球来看都是比较强的。但你要说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人，你用 vivo 可不可以呢？我觉得可能不那么适合，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很强嘛，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审美，那我觉得你自己喜欢去折腾，那你就可以买。我觉得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苹果，你可以去买一下，但它拍照能力只有那么强啊，但是它后期空间什么那些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我是觉得 vivo 呢在这一点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吧。但是买也是可以买的，反正它视频啊什么那些也支持一部分的专业的工作吧，你也可以去自己调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vivo 的拍照的，虽然说我们之前好像跟 vivo 不是很对付是吧？就他们的高管
又拿出来说了这个事情，但是我还是必须得承认，厉害是确实 vivo 挺厉害的。而且我给了它还有很重要原因，就除了它的续航跟影像之外啊，它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它那个前置的那个模组，虽然说非常凸，特别大，但是其实你握持的手感是还可以的，你手前置吗？后置那个前置怎么凸啊？但是你握持的时候，就是你手是能顶到那个模组的地方，其实握持手感没有那么差。而且那个手指我也用过，我当时用那个手指打游戏，打游戏东西没有什么影响，就很神奇啊！它这个模组看着大，正好可以卡住是吧？就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握持跟打游戏都很舒服，就非常神奇。就是看着大，用起来不大是吧？对，就看着大，但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。你就喜欢被顶到是吧？喜欢被顶到。接下来说一下X200S 吧，那个机器的话，现在来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？NPC 吧，其实比较均衡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印象的感觉，就跟那个X8S 加差不多。我能给个人上人，但我没有用过，它这个影像水平大概什么程度呢？X200的小修补，它主要比X200好在哪儿呢？它超声波，对，超声波指纹，对，然后电池稍大了一点点，6200，我觉得是适合很多人去买的，因为该有的都有，养老机器，长焦微距什么都有，而且我看价格，它为什么比这个X200还要便宜啊？就是一些老机器它可能价格就是不准的啊。反正呢，现在这么一个可能在3000左右这么个价格吧，12+56的还可以。如果你能在3000左右买到的话，还是可以的啊。对，大储存在3500以下吧，比较值得买的，我可以给个人上人啊，这个机器。那X200 Pro Mini 啊，在它当时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当时是最好的小屏了，可以说是，因为它影像给的很好，给的很足。但是它的缺点就很明显，就是它那个屏幕亮度实在是太差了，就是差的有点已经影响日常的使用了。对，而且手感也不是很好，然后给了个短焦吧，当时觉得非常不错。现在来看的话，只能给 NPC 了，好吧，不是小屏里面很好的选择。因为它价格也还比较坚挺，它20还要2000多呢。就感觉一般般吧。你要是又想要小屏，又想要影像，勉强还是可以买一下的啊。但是其他部分就不是很推荐了。那么X200 Pro 我们自己都用了这么久了，对吧？X200 Pro 标准旗舰机吧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强也强，你要笑什么？你要笑什么？旗舰什么？这个人真的恶心低俗，他脑子里都是什么东西？他脑子里面就是这种东西，他听到这种东西就应激了，你知道吧？起真的恶心，起反应了是吧你？继续讲。那个炫光的事情大家都清楚，这就是一个硬件。前年吧。前年对，24年嘛，它这个问题就是会一直存在的，这是一个物理缺陷的，没有办法，一个设计缺陷吧，也有一些弥补的措施，但是我自己也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就是贴了个膜，对吧？你没有贴膜是吧？我没有贴膜。那你觉得炫光你可能平时用的少？我觉得没什么影响，其实。你录像录的少嘛，你要录像录的多你就知道了，就真的会很难受的。但是抛开这个不谈，它的产品力还是很强的，还是很强的。就续航稍微差一点点嘛。当时那个情况下已经可以了，对，只是现在来看肯定是不行了，因为这2年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都开始对电池了。X200就不聊了吧，X200没什么好聊的啊，不是很推荐了，X200 Pro 还是可以给到一个至少人上人吧，顶级到人上人之间。对，顶级到人上人之间嘛，产品力还是很强的，主要是X300 Pro 太拉了。那接下来咱们来聊聊 vivo S50 Pro Mini。vivo 的 S 系列朋友们，砍的挺多的，真的，我可以给到人上人，也就最多人上人了，最多也就人上人了，因为它可能比起前面的来说没那么差，但还是差。但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太差了。前面是哪个呢？是 S30 Pro Mini， 那个甚至发热不想说。它6500的电池，给了一个天玑9300加的处理器，对吧？对。又那么暗，我们出去的那一天是一个大阴天，我也不知道是我们中奖了还是怎么，反正那天就那台表现特别差。怎么可能是我们中奖了？我们当时还在社交平台上去搜，全都说到发热。S30 Pro Mini 给它拿完了。那50 Pro Mini 给个 NPC 到人上人之间吧。我可以给人上人了。其实大家如果喜欢那个造型什么的，当然可以去买一下啊。对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因为 S30 Pro Mini 那个外观我是更喜欢的。就它那个撞色啊，包括它那个 deco 的设计，我其实是更喜欢的。是的，但那个机器的实际表现实在是太差了。那接下来是 vivo Y500，就是性能也不是很高，但当时给了一个大电池嘛，应该是。对。 Y500不是你拿的第一期吗？不是，那是我们去玩的那些，是跟那个荣耀X70一起搞的吧？那现在前一期了，就是第2期我就来了。Y500是我们当时也是目前为止第一次拍2天的机器啊。对。因为当时它确实是电池比较大的，但是表现呢就很一般了。比如说 OPPO 的 A、vivo 的 Y、荣耀的 X， 对吧？这几个系列他们主打的就是便宜，然后大电池，然后其他的部分
可能会给你阉割一些东西，然后整体的表现也就那样，大家也不用期待很高，然后卖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。是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说我们推荐买吗？在那个价位，我们还是会更加推荐大家去买一些可能处理器会好一点的机器啊。就1-2千的价位点，还是去买那种性价比机器嘛，我觉得。就是1000多块钱，你当时要去买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去买，比如说 Turbo 4 Pro 这种机器的，它也就是1000来块钱，它双11的时候好像最低也到了才400块钱，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。包括说我们等下就要聊到的爱酷的那个 Z 系列，跟别的牌子横向对比里面不一定性价比特别高，但是还是性价比高的，好吧？所以买 Y 不如就买 Z。至于这个 Y300 Pro 加，我是没什么印象的。我没什么印象，我就略过吧，有点拉拉的。那 vivo 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聊爱酷吧，来吧，爱酷机器也挺多的。这个列表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笑了。为什么你分不清？对啊，Turbo 加 Turbo Pro， 我是完全分不清啊，所以我们就 Pro 加，就是好多这种对不同的命名，好奇怪的命名哦。那我们就先从有点套娃了爱酷15 Ultra 开始，好吧？直接拉完。直接拉完，主要还是太贵了啊！太贵了，太贵了，确实太贵了。太不值了。它的重点就是我们用起来跟 iQOO 15也没什么区别，然后它比 iQOO 15贵了2000块钱，对吧不知道？现在的尖键有没有适配好啊？我们还是客观一点好吗？虽然我们主观上都想给拉完了，可以的。但是客观上我在这个游戏手机里面，它算是拍照比较好的，对吧？那我我在说什么？你就洗吧你。但是它游戏也不是很好，就是它也不算是它游戏手机机价也到不了120啊。它是不是游戏手机里面拍照好的？那它是不是拍照手机里面游戏好的？也不是啊，也不是拍照手机里面游戏好的。所以还是给拉完了，就给拉完了。我客观一点，给个 NPC 好吧？确实要拉完了吧？他要是再给我降个2000块钱，那可以给到个人上人了，行吗？好，爱酷15，好吧顶级啊，我觉得好。夯不行，夯给不到，顶级吧，还是有点贵啊。我觉得顶级还顶行，级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好亮啊，那个手机啊，那个屏幕确实比而且较厉害吧，续航那个亮度下续航也还可以了，还可以，性能释放也还不错，也还可以。影像方面，哎，就是跟什么 Reno 啊，然后跟什么 vivo 的 S 系列那种影像差不多吧。一个1+15也类似呗。我觉得1+15稍微好一点啊，因为它也没有长焦微距，也没有那些东西。对对对。哎，但是给了个3倍长焦，也还行吧，也还行吧。然后它这次这个镜头带口，虽然说也传承性吧啊，好听点是传承性，也比较好看吧。然后包括那个绿色，我觉得是比较深得我心的呀。但是iQOO 15有绿色吗？有绿色嘞。有什么绿色啊？一个什么青绿还是草木绿，是有点摆脱它这个叫电竞属性吧，也是一个日常使用比较合适的一个机器。就是看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手机啊。对对对。它没有那种很花里胡哨、很夸张的设计。对，是的。各方面表现主要是那块屏幕，非常牛逼啊，非常好。那个屏幕一眼通透，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屏幕护不护眼什么的。实际的例子还是再多一句嘴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你自己的眼睛是一个很大的变数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，就身体是个什么状况，眼睛是个什么状况。像我看什么手机的屏幕其实都觉得还好，就频闪不会很敏感，但是呢，也不是说别人把那个什么护眼啊，把什么那些莱茵认证啊这些东西给它全堆上去了啊，什么频率可以搞得特别高，你就完全不会觉得那个屏幕难受。其实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还是以实际体验为准。像爱酷15那块屏幕一眼就是通透的，但是护不护眼也得看你自己的自身情况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爱酷 Z11 Turbo 吧，你好像很喜欢那个机器啊？是吗？是啊。对啊，没有吧？你当时怎么吹的呀？我喜欢的是61吧。你说它手感很好，很棒，很喜欢它。对啊。现在又不喜欢了。干什么？你要查资料是吧？要开始查资料了。我有点分不清是哪台手机。可以给到你。是的，是是 Z11 Turbo， 感觉质感也还挺好的。过了也有新欢了是吧？然后，而且那个摄像头也还不错啊。可以给个顶级吧。因为这个机器它当时卖的价格确实也不贵了。但是它那个电池其实不是很符合它那个大小的一个该有的水平的，应该感觉续航不是特别的好。反正那天我们测的时候，反正是很早下班了。然后它机器也就中频嘛，6.59。对。然后它的主摄是2亿像素，5倍以内还可以，5倍以上10倍以内这个焦段的话，其实它还是会有点力不从心了。就是这个机器的话，我当时也是推荐给我那个买了真我698给他妈的那个同学的嘛。他就是在这2个机器里面去选，因为他是说他妈妈在那个老年大学。你会笑什么？他妈妈在老年大学学的什么摄影什么的，他说主摄可能好一点会比较好。
我说那你有个长焦会不会更好一点？你自己去选吧。但我整体还是更推荐 Neo 8。那就不是 Z10 Turbo Pro、Turbo 加 Turbo，我反正是分不清了。这个还是说一下吧，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 Z10 Turbo 有一段时间应该是1000出头吧，1200左右的样子。我也说一下，我推荐给了一个长辈买，那个 Z10 Turbo， 当时买下来的价格是1185，12+56天玑84，7620的电池，我觉得可以。就是你这个价格那就很好了。我记得当时那个长辈还反馈说是几天没有充电来着。他的那个需求就特别的低啊，他4-5天充次电啊，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，他平时看手机看的很少的。然后再一个的话，这个 Z10 Turbo 加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吧，它目前价格是1890，它是天玑9400的处理器嘛，然后整体的这个影像配置跟这个 Turbo Pro 是比较类似的，它电池也有很大的8000毫安时，打游戏的话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游戏。你没跟我们一起测啊？那个机器我们测出来感觉也就一般般嘛。但是我周围有人用过，我当时也用了一段时间，就是还是挺不错的。反正这几个机器大概都是在人上人或者 NPC 的那么。Turbo Pro 就算了吧，那个8/4的处理器不是很。我觉得你买 Turbo Pro 不如买 Z10 Turbo 算了，对，因为它还便宜一些嘛。Z10 Turbo，但是 Z10 Turbo 有一点啊，就是它没有超广角。虽然说 Z10 Turbo Pro 的超广角也就是一个，但有跟没有有的，对，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。看价格吧，你买的价格便宜，那它就人上人一点；但是如果你买的价格贵一点呢，那就 NPC 一点啊。要么 Turbo，要么加就 Pro 就 Turbo Pro 就算了，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提升。而且它电池还小些，它只有7000的电池。好了，那就再聊一下那个 Neo 11吧。好像是用上了金属边框，是吧？有什么印象没有？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面对疾中二的风配色啊，面对疾风配色，那个手机我印象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们看来感觉价格有点高，对，就不是很推但它是荐了。12+512的，感觉同样是 Neo，还是去买真我吧。给他 NPC 吧，给他 NPC。你们感觉 iQOO 的机器都是属于那种大毛病也不多，但是呢，你要说它很直吧，又好像直不到哪儿去的那种感觉，都比较中庸吧。对，然后你要真说有特点的呢，又没有什么特点，就套娃套的挺多的。是的。那还有一个 Neo 10 Pro 加，这个怎么混进来的呢？你 NPC 吧，没什么印象了。没什么印象了，我记得它就6000多的电池了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机器一般般吧。那我们这一期就到此结束啊，我们会做一个表，做到这里。南厂就这个情况了吧？好吧。反正呢，iQOO 好混呐。我印象中其实觉得最好的一代iQOO就是iQOO 12，就是各方面顶得特别满。是12还是12 Pro？就是12和12 Pro，它其实当年就是感觉打了X100系列的脸，就它又能打游戏，然后影像也不错。影像甚至于我感觉在当年那一代里面都是算比较顶的了。对，而且然后它电池也还可以。我记得 iQOO 还是有超声波是吧？它没有超声波，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，那个 Pro 好像有。所以就顶得特别满，你们知道吧？然后感觉是顶太满了，也有点影响 X 系列的销量了啊，就被打压了。然后就被打压了。然后你看iQOO 13就直接2倍了，对吧？15就直接拉完了啊，15 Ultra 拉完了啊 ，Ultra 已经拉完了。OK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